你一个礼拜打几次？最多可能打4次到5次，然后每次都2个小时，花钱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简单轻松，没有压力的。可是这件事情很可怕。Hello， 欢迎来到这一集的跟老师上床，我是你们的沈老师。今天在百元之天，嗨，大家好。这是一个同志的频道，每次老师找来宾坐在床上纯聊天。Ting 终于回来了，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准备已久了吧？帅哥又回来了。Ting 呢，减肥成功了。你先告诉大家你怎么减肥的？打羽球，对我以前74，现在68。你真的瘦了一圈呢！短我今天看到你，真的觉得很替你高兴呢。因为之前跟他之前脸帅帅，对不对？跟他去吃饭，对不对？然后看他肚子都不可以耶。现在肚子很 OK 了耶。你要不要最近要去拍一组照片留念一下？这是我的目标。如果我把腹肌练起来，我就要拍一组照，然后就开始乱吃，就吃胖。不要乱吃，要维持下去。帅哥还是要有帅哥的样子。我们今天简听来 update 一下，就是我们很久没上我们节目了嘛，看他最近生活上有什么改变还是怎么样的。请问你现在工作换了吗？没有。还是在做寿险？对不对？你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你最近心境上的转换有什么？就是因为工作也十几年了嘛，就是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进步，然后也会怀疑自己，然后就会去想，到底人生下一个阶段要怎么样去计划？你现在跟我们观众朋友讲一下，你现在几岁了吗？36。你知道你现在年龄是什么年龄吗？我现在的年龄是壮年，是问这个吗？你现在中年危机人，中年危机。对，你现在做的事情就是中年危机人会做的事情，所以你觉得这个危机感事实上是很自然的，很正常的。老师只想要提醒你一下而已。好，你是不是会跟别人同年纪人相比，说为什么他有这样成就，为什么我没有？会。你会跟人家比说，人家为什么达到了什么目标，你现在也没有达到，得失感很大，所以就所谓的中年危机就产生。原来你知道怎么避免中年危机吗？怎么避免？就多跟沈老师上床。没有开玩笑的啊。其实它真的是一个过程。好，你要慢慢就是这段时间，你就要知道自己接受它。对，我就在中年危机里面，我就需要花时间摸索了解自己。对不起啊，沈老师虽然年纪没有太大，但是呢，以过来人生来讲，我也经过这段时间，有长久大概10年的忧郁，就是淡淡的忧郁。然后现在我已经过了，现在看我现在就是红光满面，觉得很开心，对不对？好，所以会过去的。然后这个年龄每一个人会经历的也不太一样。是。所以如果大家真的认为自己有在30多岁有这种危机感的话，你可以去 Google 一下，看看网上有什么专家的建议，也许会对你有一些好处。好啊，没问题。加油，好不好？如果各位朋友们对于 Ting 有什么建议的话，也相信可以给他一点提议。对，你觉得20多岁跟30多岁的男生做的事情哪些应该要不一样，会比较好？我觉得因为我们是同志嘛，所以我们的生活圈真的太广了，很多在20到40岁，甚至到50岁的朋友都有认识到。就我这样看起来，我看到很多的朋友都是一样的，都是爱玩的，就是爱喝酒。对，老师比较少，然后就是不确定。我比较少 ，OK， 我没有说我不，可是我比较少。对，就是你知道现在的社群媒体，你一直在看别人很开心的生活，所以即便到我现在这个年纪，我可能看到20几岁，一直出去，自己也会觉得羡慕，然后想要跟他们一样，就已经忘记自己现在30几岁了，其实也可能要留一点钱在身边啊，或者是。你可能已经要可以买房子了，买车子了。一般人他们可以很快的踏入下一个阶段，有老婆有小孩，我们完全没有这样的责任，所以花钱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简单轻松，没有压力的。可是这件事情很可怕，就是不知道老的时候到底会遇到什么事情。我觉得刚刚 Tim 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同志圈的同志好像以享乐主义为多，这是你身边的朋友。对，然后对于未来没有规划，就会有一种紧张感。其实刚刚讲大部分牵涉在钱的问题上。我觉得存钱，就像我这个年纪了，多存钱为自己的老做打算，真的还蛮重要的。否则我也会很忧虑。所以真的是好好的计划一下，特别是你又你也算在就是寿险业之间打滚很多人，你身边应该很多好的例子吧？是，对，跟他们多聊聊，没问题，好不好？也许会好一点。不过老师在另外有个想问他的问题就是，帅哥啊，平常在做什么事啊？你们帅哥年轻，像30多岁的帅哥去哪里玩？可能没有到大家这么爱玩，他们很多人会去夜店喝酒什么的。那我最近就是这些当然都有，但没有这么频繁。然后打羽球啊，唱歌啊，是现在比较喜欢做的事情。打羽球，对，你参加同志羽球队吗？很多，我超爱打羽球的。你一个礼拜打几次？最多可能打4次到5次，然后每次都2个小时，就打这么多次。从一开始打完就是
要休息，要打完一次要休息很久，现在都不用休息了，就是身体已经可以负荷这些承担这些事。那个之前我们有小齐教练了，你有参加小齐教练的？我有去打过，我有去小齐的。跟你现在不是小齐了？比较少。台湾蛮多同志羽球队的，所以大家要参加的话，也可能会看到Tim这么优秀的人。像你这个帅哥在那边，是不是很多人钓你？不到钓，当然就是会知道，会打听我是谁啊，然后就是有带着一点好奇这样。没有到钓啦，没有。你会主动钓人吗？也不是，就是会偷偷加 IG 加小聊一下这样。你是这种人啊？现在比较不会这样做，因为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会很大啦啦的说，Tim 有人喜欢你那种，他就是讲类似这样子的话。但会让你不好意思吗？是有点不好意思，这样暗爽在心里，但是就觉得我也不是这么优秀，而且羽球我不是很强的，我还比较羡慕那种很强杀球很帅的，然后被别人喜欢的，我一定这才是我的人生目标。怎么变这个？我觉得你跟别人打球，别人应该很难专心吧？应该都注重别的球上面吧？他们都注意我的手姿势不对。真的还假的？对。自从他第一次来上我节目到现在，也换了不少男朋友了。所谓不少，大概是2-3个了。三个不多。好，那请问一下，那时候你刚来上我节目的那个男朋友，我觉得他蛮体贴，长得也一表人才，你为什么会跟他分手？我蛮好奇的。就是他那阵子情绪比较激昂，然后那时候我也觉得我也气不过，所以后来发现我们个性不合，所以后来就这样分开了。啊，你也情绪激昂？我认为你是个情绪很好的人所以你也是会生气的。对我凶，我其实我也会蛮凶的。是哦。那你上一个男朋友来上过我的节目对，你上个男朋友看起来个性很好好像不太会情绪激昂那你跟他也是这样吵架分手的吗？我们在一起1年了啦，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很多地方都很合，这其实我会因为合才会在一起1年。他很可爱我们现在是好朋友，还是好朋友那很好，非常好啊。非常，你们还是有约出去玩啊，干嘛的？就是我们有共同朋友，所以会一起出去啊。但近期也比较少见面。但他有打羽球吗？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去打过羽球的，有。但他下面，我个人认为，我蛮喜欢跟之前的前男友保持好的朋友关系。对，我认为世界上多一个就是朋友，比多一个敌人好吧？是我也是这样想。因为你好像个性是蛮海派，就是跟大家都处得蛮好的人。好像是。那你最近他们发生什么事情想跟我们观众朋友们分享的？最近吗？就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交友圈很广，所以形形色色的人都有遇到。那就是有遇到可能有用一些药物的人。对。那这个也是我近期在思考，因为其实我以前可能跟朋友聊到，就是我可能有遇到什么样的朋友有用药，然后我都会想要去拉他们一把，然后跟他细聊。那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陪伴，如果可以在他生命中就是一点点小小的帮助到他愿意改变，我也觉得蛮好的。我觉得要改变他们真的很难了，确实不容易。就是他们真的，除非他们真的想戒，否则的话，我们不要。当然有陪伴他们是有一点好处，但真的要断干净，真的蛮难的。我很少看到有从那边回来的朋友，对，所以我就会给他们一些建议啊。我说你们要多跟你们周遭的朋友保持联系，因为如果你是南部人，你是高雄人好了，那你在台北的朋友都会是取代你家人的关心，或者是他们就是一个监察人，就是他们会知道你的一举一动。所以当你今天发生就是有用药，然后你可能生活不太正常，他们都会发现的。所以你朋友是一个可以适时拉住你的一群人，所以一定要跟你的朋友保持良好的关系。我觉得可以延伸来说，就是其实我觉得他们用药是他们取得跟世界连接的一个方式。在他们用了以后，他们会到一个他们的世界去。我觉得像朋友也是跟大家广结人缘的一个方式，就是想跟别人产生接连的效果。所以也许他的朋友有情网建立的稳固的话，其实他用药的那个几率可能会稍微减低一点啦。对，所以你的帮忙的方法，我觉得是有效的。你之前来有说过你是一贯道的嘛？现在对一贯道的这个信仰有什么改变吗？最近比较忙，所以比较没有花时间在这上面。那可能前阵因为我比较低潮，所以这件事情已经不是可以解决我现在人生遇到困难的方式，所以我最近比较少接触。但未来还是希望，因为毕竟我从小都在一贯道，所以我觉得他给我的人生的人生观、价值观还是很深厚的，所以很感谢。但就是目前我比较不会花时间，慢慢稍微对。OK， 大家不要在下面骂一贯道什么难听的话，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选择他自己宗教的自由。大家就祝福 Tim 好了，他现在正在中年危机，可能在里面。
希望他慢慢的能够走出来，好规划一下。嗯我觉得找多人聊一聊可能会有好处，好好不好？特别是这种老先生，我们毕竟已经自己走出来的人了。希望各位喜欢今天节目内容，喜欢的话不要忘记帮老师订阅、按赞、分享。每个礼拜都有直播，回答你们所有问题，按个铃铛鼓励我一下，让我节目更多人看到。现在老师要跟听玩个游戏喽。好，什么游戏？老师下面给你吃。老师下面给你吃，请问老师下面是素的还是荤的？好，好，这问题很无聊。我们现在呢准备了真的面来给他吃。好，你要猜出哪一个里面有肉？里面都没有肉，我就让他吃素。好，你就告诉我这是什么酱就可以了，好不好？就从这边开始吃起好了。先吃，一口吃掉。你不用吃这么多啦，吃点味道就可以了。这什么酱？辣辣的东泉辣椒酱，应该蛮相信这是粤式辣椒酱。粤式的、哦，好吃哎，所以可以吃第二个，算猜对了哈。这他猜得出什么牌子我就认了。还有东泉辣椒酱，我的妈呀！糟糕，不知道哎，酸酸的，妈呀酸酸甜甜的番茄酱，番茄酱了，猜对了，番茄酱。好了，这个他猜得出来，我认了。这看起来很像是，哦，我知道，你知道我认了，你一定没有吃过这个，好好吃哦，好好吃，对不对？就是菜爆炒番茄那个辣椒，这菜真的是哎，菜爆，我从花莲买回来，好好吃哦。同事们都爱自己一点，不是同事们都爱从自己一点，我相信世界会更好。谢谢观众，拜拜。防护罩很强的盔甲我，也是这么认为。结果甲是 gay，对，我后来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跟我一样。我觉得最好的提议就是多跟他买一些保险。不行，我知道很多地方不可以讲这件事情，他不能讲，好不好？我自己也不喜欢讲。台湾蛮多同志网球啊，羽球，你在羽球场上时常有人会跑来跟你聊天啊。是吗？刚是这样讲吗？是啊，因为他刚刚讲说还一个礼拜打4次，我都想到别的地方去了。